你俩太好笑了吧？在一个屏幕框里，然后一个穿着羽绒服。刚我俩拍了个合影，然后他穿了短袖，他是这种背心儿，我穿羽绒服。最近这几天我们这大降温，最冷的温度都已经到了-1°C了。但是让我最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气温越冷，我们店里反而变得更热闹了。这个月11月1号到11月15号，我们店里一直是在一个亏损的状态，就连周末的营业额已经能达到个1000块钱出头，根本弥补不了工作日的亏损。但是最近这一周的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降温的关系，我们店里现在工作日竟然都已经不亏钱了，周末的营业额能达到差不多2000左右。如果照这个势头下去的话，这个月可能能维持在一个营收平衡的状态。但是这个月玩游戏我是真的玩爽了，我最近在练习街霸，然后还玩了很多最近新出我想玩的游戏。反正总的来说的话，只要这个月不亏钱，我感觉就是非常赚的。万岁万里长城！万里长城挡住了！我去，这什么名字啊？这么黑吗？秋假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还有春假啊！春秋假就鼓励大家出去玩，3、4、5、3天，连上周末一共5天。我这么爽吗？我第一次听说什么春假、秋假了。我没听过呀，今天刚听。我也没听说过。我人都傻了，我第一次听说还有秋假这种东西，估计大家也都第一次听说吧。好像就是有几个省市会在春天和秋天给中小学生一个额外的5天假期。我说这一周为什么顾客变多了呢？原来还有这部分原因。先给你说个冷知识，青岛之前冬天是没有海鸥的，青岛之前的海鸥是要往更南方向飞的，后来发现在这儿有东西吃。后来发现在青岛伙食竟然比南方还要更好。现在来青岛的海边喂海鸥已经是个必体验的项目了，但是有一个小故事，疫情期间因为景区关闭没有游客，所以说海鸥在青岛获得不了足够多的食物。当时就有很多热心市民，然后还有企业还有市政府就用一车车的馒头一车车的面包去喂海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留住在青岛的海鸥。你都直接这你哎呀，让你气的我都说不清楚话了。你都知道这些剑是干嘛用的吗？你就都把它拆下来了？我不是玩了1个小时了吗？我不知道。玩了多久？1个小时。我现在这一步就是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每个店是干嘛的。又是为了顾客的体验。要么他现在纯黑的是让每个店是干嘛的，那我换上这种直观了之后，大家知道每个店是干嘛的。哦，现在就直观明了了吧？现在比上面全是黑的店就明了，直观明了多了吧？确实，老板跟旭哥现在又不知道在这里玩上啥游戏了。最近店里虽然是淡季，但老板每天都过得可充实了，感觉店里每天玩的最开心的就是他了。喂，发动拦截，我像没当着吗？香甜是吧？这是什么？打一下，这么过分我有吗？了，我打下来了，我每天都没掉血，你这么过分吗？我就是过分。你们最近这玩什么游戏？怎么还可以在里面踢球啊？这个游戏叫《闪电11人》，你看似这是个足球游戏，实际它跟大家想象中的踢球完全不一样。给大家看看啊。闪电11人这个游戏真的让我们等的花都要谢了，整整开发了将近10年。这个游戏特别神奇，它是以足球为主题的 RPG 游戏，这在市面上真的太稀有了。而且这个游戏不像实况和非法这种传统足球游戏需要那么多的技巧，它更需要的是你的技能搭配和人物搭配，然后它都是 RPG 指令式的操作方式，技能和必杀技都超级帅。我感觉这个游戏就是单纯给人爽的，并没有太多技巧方面的壁垒。然后你玩到这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老玩家都有点会心里想法很多。就这第一代是08年出在 NDS 上的，你玩的是他爹，然后你在17年后你玩到了他的儿子，不是传承，你会心里想很多，你会想08年的时候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在干嘛？那时候身边陪我的人现在干什么？你会想的很多，你可能你再过18年啊。你再玩到什么闪电11人，就会发现你玩到了什么袁唐晴的儿子啊！我会想，旭哥现在在干什么？他是上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多少年已经没见他了。你肯定能见着吧？等你玩他孙子的时候，你肯定能见着吧？你别这么说，你说的挺吓人的。开个店每天事可多了，每天都要把店里缝缝补补。刚刚给这个地毯打了个补丁，很完美。以后地毯再坏了，咱往上打补丁行了。补丁坏了，再把新补丁打上去。
补丁坏了就把补丁接了，然后再打新补丁上去。这样的话省事多了，要不然换地毯老麻烦了。不是你俩现在要干嘛？这个打乱来，不了你。对，这么专业吗？打乱都要打乱成一样的。对，不然怎么PK 呢？对啊。咱们店什么时候进行这么高雅的活动了？我刚才看了摆了一堆魔方，我就已经很纳闷了。魔方突然成。我靠！我这一转头快拼好了。啊，这就是乔丹的实力吗？我去！这两位顾客来我们店之前完全不认识，来了之后才知道对方也玩魔方，然后他俩就在这里比上赛了。有的时候感觉店里就真的很像是一个赛博茶馆，年轻人喜欢玩的一切的东西，你在我们店里都能遇到同好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我很好奇，就为什么玩魔方的人年纪越小越厉害？新出厂的脑子比较好用，所以现在都分成年组和幼儿组。儿童组，成年组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成年人。之前还是保护小孩是吧？成年组是为了保护你们的颜面。对，以前是保护小朋友，现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老年选手。对的。我得吃一个新的黑的豆子。啊？哦，你真闹了！我那你手表操半天，你告诉我还有一个。哎，有个什么问题啊？就是它这个胶带啊，它这胶带是蛮贴的。啊，这胶带是乱贴的。这怎么长得像雷蛇呢？不是，这都是防水。你真觉得我不认识牌子啊？什么雷蛇？那不是雷蛇。这怎么是雷蛇啊？这哪是雷蛇啊？这个叫雷葵，这个纯黑链，从来都没有。这不还写着 PlayStation？PlayStation 不支持 PS 啊，支持 PS 的便宜。啊，放电脑上的贵嘛？那一台 PS 它这个才多少钱？它这个适配比较的那个窄。对呀，它还有个这个东西，这个不好，我就防坠呀。它质感明显没那个好。对，这个按键明显轻。不是，所以你先用那个好的，我先用那个不好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这个多少？一般，手感。哦，马上真打不过，不会玩。喂啊！我憋不住了。它是不是雷蛇？是。它是不是专门使 PPS5？是，你真是好。给顾客必须得用好的。嗯。就是能买左边这个562。啊，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不是，你看新式手法，不知道有一点弹钢琴。你不用管，弄弄打印就行了。哎，旭哥，你刚才不看新的手法，就这个手法就把咱俩赢了。他现在弹钢琴。现在楼上只剩下一组顾客，这两位顾客已经连续玩了8个小时双影奇境了。今年双影奇境没进 TGA 的最佳游戏提名，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可惜。这个游戏做的真的很好。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，我跟旭哥又换足球游戏了。我发现闪电11人这个游戏，别的不说，观赏性绝对是拉满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店里的顾客会对一个足球游戏这么的感兴趣。刚刚就我和旭哥在这里玩，现在背后坐着6、7个人在这里看了。我生命起源。生命起源是吧？我不关于生命起源。大哥，你我超纲了吧？盖亚风筝。我去，盖亚。哦，干围挡住哦，围挡住，我生命起源能说吧？新手村的那个，就是我说的那种好了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哎呦我去！啊！我才吓我一跳。这是我刚刚3D 打印的一把橡胶剑，我说它在夜市上起码能卖15块钱，老板娘说肯定卖不了。大家觉得它在夜市上15块钱，你会心动吗？如果会的话，请在弹幕上打1；如果觉得不会的话，请打2，让大家来评判一下。今天买的这个 Hitbox 表面是一层金属的，冬天玩起来非常的冰手，然后就买了一层贴纸给它贴上了，现在看起来既美观又不冰手了。这些设备的话，我平时都会放在店里，大家如果来我们店里玩主机游戏的话，都可以用。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要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各位，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